可以当电视用的显示器，你有见过吗？这款就是联合创新旗下原创师 28H2U， 自带了出厂校色，Delta 值小于2，接口配置丰富，结合京东1599的售价还是有点东西的。这里为了给大家测试出这台显示器的准确参数，特意借来了校色仪和光度计。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台显示器的具体表现怎么样。外观还是目前常见的3面窄边框加一个超大的下巴，因为内置了机顶盒，所以在左下角还有一个额外的透明凸起，用来观察机顶盒的状态。底部也集成了2个5瓦的音响，音质的话肯定是比不上桌面显示器了，但在同价位的显示器中也算是比较优秀的水平。在背面有大面积的凸起，用来放置内部的元器件，薄的地方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老实说，这个背面并不是太美观，让我有一种老式电视机的即视感。支架安装下侧需要螺丝固定，并非免工具的快拆设计，这一点不太方便。支持升降俯仰调节，手感顺滑，但比较可惜的一点是不支持竖屏和水平调节。底部是一块扁平的方形底座，对整体的桌面的占用空间不会特别厉害，可以用来放一些键盘之类的物品。整体的稳定性也是相当不错的。电源和连接接口都放在背面，采用竖插设计。接口配置方面给到了一个 HDMI 2.0， 外加一个 DP 1.2 和全功能的 Type-C 接口，支持连接 iPad 或者安卓手机作为信号输入源。除此之外，还有2个 USB 下行和一个3.5毫米的输出，外加网线接口，说不上豪华，但也完全够用。从厂商提供的规格书可以看到，这块显示屏用的面板是 M280DCA-P3B， 分辨率为3840×2160，色深是8斗10，支持最大亮度为250尼特。虽然机身可以去到8斗10，但附赠的是一条 HDMI 线加上2.0的接口，是没有办法支持10比特色深的，还需要大家去额外购买一条 DP 线。实测中心区域最大照度为236尼特左右，下边缘有比较明显的暗角，只有190出头。这个亮度表现，只能说符合这个价位的显示器水平。如果室内阳光比较充足的话，可能会存在不太够用的情况。我一般的话在室内开到70%左右也 OK 了。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台显示器的色域测试情况。出厂默认的是暖色温设置，这个明显是不对的。把色温切换到自然档位之后再次进行测试，默认档位下的 sRGB 可以达到 97.5% 的覆盖和 115.8% 的容积，以及 81.7% 的 P3 覆盖和 82% 的容积。同时显示器也提供了多种色彩模式的切换，切换到 sRGB 之后会有比较明显的缩线，色域覆盖下降到了 85.7% 和 86.3%， 这一点我是不太理解的，所以大家收到之后更推荐在默认模式下使用。测准方面，在标准模式下进行测试，平均Delta以 0.32， 最大 1.44， 白点偏差只有 0.19， 色温也被很好的控制在了 6500K 左右，这也和调色报告中的数据相吻合，没毛病。这个色准表现足以应付各种专业的设计场景了。均匀度7×7表格测试，最大值 13.88% 出现在屏幕的左侧。对于28寸的屏幕来说，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可视角度方面是 IPS 的正常水平，左右小范围的移动并没有明显的偏色。至于显示延迟的话，出厂默认的档位是高档位的加压，小飞碟并没有明显的过充现象。官方给到的延迟数据是13毫秒。作为一台60赫兹的显示器，这个数据打 FPS 游戏的话就不用想了，拿来日常玩一下 LOL 的话还是 OK 的。说完了以上这些参数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款显示器内置的一个系统。它是作为一个内部的输出源存在的，因为联合创新这一次是和腾讯合作的，自带的系统自然也是腾讯的极光盒子。我们家机顶盒也是在用这个系统，当然系统类的会员还是得另外开。极光云也提供了一个云游戏，如果你网络够好的话，也是可以开一个会员，以后就不需要外接任何主机就可以直接开玩了。对于一些没有太多预算去购买电脑或者是手机配置太低的玩家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总结一下这款联合创新 28H2U， 作为一台 4K 的显示屏，它的色彩和色准表现在这个价位也确实挑不出太多毛病，并且内置的极光系统也为这台显示器拓展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觉得它很出色的点。但也存在这个价位的局限性，比如说250尼特亮度过低，以及外观太傻大黑粗。作为一个入门级设计师的第一块显示器，也是完全够用了，对比我原先的 1080P 屏幕实在是要细腻太多了。如果你没有非常强烈的游戏需求，仅需要一台显示器作为日常的轻度娱乐或者调色剪辑，那这台联合创新 28H2U 我是比较推荐的，并且自带的电视机功能对于租房不想买多一台电脑的用户那可就太香了。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